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在线上再一起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我们已经读到行有品的后面了哈。上一期我们有聊到说，六祖慧能呢，透过一个引导方式呢，引导慧明将军屏息诸缘放下一切杂念和人我分别心，然后呢，在这个很近很近的当下，这个小我的分别心、善恶的念头都远离的当下，六祖慧能就问慧明将军说：“你有没有发现到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本来面目的存在？”这个时候呢，慧能将军他说，他言下大悟，他就说，相当于说他有发现到了，但是他不确定是不是，所以他就问六祖慧能说：“您所说的密语密意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隐藏的含义呢？”那慧能就说：“就已经是啦，你就已经发现了，就没有再其他的秘密了哈。你如果能够实时的按照我今天所引导你的这种方法呢，你随时随地呢就能够跟自己自性智慧连结哈。”那慧明将军就很感叹说自己在黄梅县东禅寺修行这么长的时间，却从来没有发现到自己真正本来面目的存在。所以说，从今以后，六祖慧能，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哈。那这一段的话，其实也算是六祖坛经里面很经典的一段内容哈，我觉得也很有实用性。等于是在行有品当中呢，它虽然是讲故事嘛，那它也有讲一些道理，比方说讲菩提自性啊、本自清净、本自具足、本无动摇等等。但是在这边呢，是真正的六祖慧能继承了衣钵之后，他所度的第一个人。就六祖慧能以前呢，你看就像慧明将军所说的，在六祖慧能之前呢，五祖弘忍的时代呢，很多的僧俗都到黄梅县东禅寺礼佛。当这些有缘人来到寺庙当中的时候，五祖弘忍都是鼓励他们读《金刚经》，告诉他们说呢，透过《金刚经》的无量功德呢，当你各方面条件具足的时候呢，就能够发现自己自性智慧的存在。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因缘六祖慧能才有机会在客店当中听到人家在朗读《金刚经》。但是虽然五祖弘忍的时代呢，都很普遍的在推广《金刚经》，但是呢，就像慧明将军一样，很多人在黄梅县东禅寺里面学习了很久，可是呢，因为过去时代没有老师亲自引导的情况下，能够仅仅透过读经典、读《金刚经》，就能够像六祖慧能一样，一听就悟到、连接到自己自性智慧的人非常的少。所以，其实慧明将军，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其实本身也是很悟性很高，一个很机智的人。你看，几百个人来追踪六祖慧能，而慧明将军是第一个找到六祖慧能的。由此可见，他虽然是一个武将，可是他各方面心很细。另外一方面，他虽然是武将，可是呢，当六祖慧能引导他静下心来，屏息诸缘，不思善恶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得到静心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说，慧明将军本身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可是呢，即使像慧明将军呢，他在五祖弘忍的时期呢，在寺院中学习，也没有机会能够悟本性。从这边的话，我也有一点浮现一个心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五祖弘忍之前呢，是单传独授的时代，透过《金刚经》啊，透过这些经典呢，引导大家是自悟自解。前面也有提到啊，佛为传本体，师密付本心，那都是以心传心，要自悟自解的，要你自己要机缘成熟的，没有说
就是靠老师帮你怎么样的哈。像当时神秀呢诗句没有过关的时候，五祖弘忍把他找到祖师的禅堂里面，跟他说一些话哈，就引导他说菩提自信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他回去之后过2天再重新做一首诗句过来哈。但即使如此呢，没有一样是只是透过教导上的，就是透过道理上面的去文字上面讲出来去引导而已，可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去引导。所以说我感觉呢，在五祖弘忍之前的时代，就是达摩祖师传承下来，一直传承到第5代祖师弘忍呢，都还是单传独授，就是要让有缘人自己去体悟了，你自己体悟了，老师才能够再跟你进一步的引导。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体悟的人，老师也没有开放说每个人都去普遍的去教导你怎么样悟本性。可是呢，到了六祖慧能的时代呢，五祖弘忍有跟他说啊，衣钵呢、信物呢，传承到你这一代呢，就不再传了，就不再传第7代祖师了。然后呢，而且呢，你看，其实就是说，从六祖慧能渡慧明将军这边开始呢，我感觉就是到六祖慧能的时代，就是已经变成普渡的阶段。因为五祖弘忍也有说，以后佛法有辱大行嘛。他告诉五祖弘忍说呢，五祖弘忍告诉六祖慧能说，达摩祖师有下指令嘛，一花开5叶，结果自然成，就是传到你这个阶段呢，就传到第6代祖师就不再传了，不再传衣钵了。但是呢，未来佛法也会传到了六祖慧能以后，其实就是普传出去，就是只要有缘人他就会引导他悟本性。所以六祖坛经后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六祖慧能的弟子有10大弟子。然后呢，当最后面付主品的时候，六祖慧能就说，你们都不同于一般的弟子，你们都相当于是一方的祖师了，所以以后你们各自分化一方，将这个顿教法门传承出去。所以读到慧明将军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觉呢，其实它有个象征含义，就是六祖慧能开始呢，它是不分僧俗，然后呢不分宗教，也不管你出家没出家，就是有机缘的人呢，六祖慧能的教法，它就是会引导你悟本性。这样子，能悟本性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是跟六祖慧能一样，同师黄美，就是所有的老师就是要引导我们悟本性而已。那在六祖的时代之前是单传独授，六祖时代以后，从六祖的行动还有五祖的指导这边看来呢，是普传了，开始普传了，不限定于说你是哪个宗派、哪个宗教，有出家没出家，那是什么宗教？你看六祖坛经最开头来听课的人就已经是三教，就是有儒家的官员、知识分子，也有佛家的出家人，也有大众，也有道家的人士，1000多人。所以说，从整个法会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之下呢，六祖慧能对这些大众说他整个得法的因缘，那本身就是普传的概念，就是已经超越宗教了，已经超越了派系了，也不管你是俗家的、在家的还是出家的。所以呢，我从慧明将军这边呢，六祖慧能引导他开悟呢，我觉得就是六祖的时代象征的就是普传。普传呢，就是说开始呢会引导，就像六祖慧能引导慧明将军悟本性这个过程一样呢，他会引导有缘人呢去开发自己自性智慧，引导他们入境。那从这个丙习诸缘这边呢，我也会想到说，我们前几期影片有做到那个
调整呼吸的视频哈，我觉得有机会也会再聊这个区块，因为在那个太乙精华宗旨里面有提到心息相依的概念哈，就是说一个人你心能不能静下来呢？可以从你的呼吸看出一点点端倪哈。比方说一个人心很浮躁的时候，你要他心静下来，呼吸缓慢，他是做不到的，因为心浮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耗费更多的能量，那呼吸就慢不下来，因为你慢下来，呼吸一慢下来，你就觉得喘了。但是心越静的情况之下，呼吸就会越慢。那呼吸越慢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屏息诸缘，你才有机会把一些杂念沉淀下来。所以说，从呼吸的调整，从调整呼吸来达到调整心境的效果。调整心境之后，放下小我的第六意识心，放下这些善恶的念头。善恶都不是究竟法。你看六道轮回中，三善道、三恶道，善恶就在轮回中。所以说，要悟本性的话，你必须要超越小我的善恶分别念头，才能够觉察到内心当中自性智慧的存在。那这个部分呢，六祖慧能是怎么样子引导，然后引导有缘人入境，然后呢觉察到自性智慧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再多多的做一些开发。如果说可以有更具体的方式，或是参考一些经典哈，比方说太乙精华宗旨等等的来去融会贯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不错的价值，就是在实操上面哈。等于是你了解了一些佛经当中的概念，比方说要除去无明啊，要拨云见日啊，可是不知道怎么做。那透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啊，透过这个放下杂念，远离杂念哦。这个远离的概念是圆觉经里面提到的，他提到说，对于一切的我相、法相，一切的妄念呢，你就是用远离心。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镜头离它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所在乎的人事物，你在心里面想象说，你离它越来越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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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远离心的方式呢，去屏息诸缘，就远离它。我们不要去分别它，不要去赞同它，也不去否定它，但是我们远离它，离它越来越远，离得很远之后，它就跟你没关系了，这样子。然后呢，呼吸的方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沉淀的一个方法哈。透过调整呼吸，透过远离心呢，把自己的杂念慢慢的摒除，摒除之后呢，让自己的心境，让自己的呼吸都进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里面。然后在这个状态里面呢，六祖慧能就问了，他就会问你说：你觉得当下这个当下，你感觉你的心中去除掉这些我相，去除掉这些杂念之后，你心中还剩下的那个是什么？那个生命力的源头是什么？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实操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我们明天的内容，后面的内容我们明天再继续。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